嗨，你們好嗎？我是大師兄。那今天我們繼續聊神助地球編年史。首先呢，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因為在上一期的視頻截止到現在也增加了1000多的粉絲。那麼不瞞大家說，真的非常開心。那當然呢，我也会更用心的做好視頻。好了，我們进入正題。那麼首先為了照顧新來的朋友我們花10秒鐘的時間簡單的回顧一下上一期。那在公元1萬年前到公元5000年前的人類就像被某個神秘的教驗带着一樣，那很快从打獵摘野果为生，突然就轉變到了種植農業和發明陶器。所以說西秦先生呢就開始了一個非常瘋狂的猜想，那或許呢就是外星人在背後默默的幫助我們人類。但是呢更神奇的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就突然出現了一個更加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更加發達的蘇美爾文明突然就出現了。那麼著名的考古學家亨利·法蘭克福，包括古亞述文明的專家里奧·奧本海姆，還有很多知名的學者都表示，實在是難以理解蘇美爾文明到底是怎麼突然冒出來的。那它的出現呢，實在是太過突然，毫無徵兆，毫無原因。那我們上期說到近東地區的現代人，那發明陶器之後呢，突然變得不明原因的，他們的文明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因為他們不用先進的陶器，反而用回石器時代的物品。那就在人們很擔心這些現代人會不會衰退成原始的猿類的時候，那就在這個近東的這個地區，突然就出現了更加發達的蘇美爾文明。在1919年，人們就發現了一個古老的蘇美爾村莊遺址，那裡的話被稱為歐貝德時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3800年。那現在的學者大都認為這個地方很可能就是蘇美爾文明的第一個階段。那通過考古的挖掘人們在這個地方發現了蘇美爾人當時已經使用了粘土磚、銅頭的戰斧，甚至還有女人用的眼影等等。不過呢，最為神秘的那肯定就要屬於這個物品了。到現在為止，那麼沒有任何人能夠理解它為什麼是這個樣子。那很明顯，它是一個人的身體，而且呢，根據胸部的造型，應該她是一名女性。但是這個頭的造型，沒有任何人能夠給出科學的解釋。不過對於腦洞大開的人來說，這個東西呢，絕對是如獲至寶。那很快關於它的都市傳說就出來了。有人就認為蘇美爾人的神，也就是說尼比魯的阿努納奇人呢，那麼都是屬於蜥蜴人的外星人。而且這個村莊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房子全部都圍繞着一座大型的神廟建造的。那麼這座神廟呢，碰巧就是建造給一位叫做林胡爾薩格的女神。那麼這個女性造型的物件，就讓很多的學者都認為這個雕像可能就是當時蘇美爾人按照這位林胡爾薩格的女神的樣子制作的。那這就跟剛才的猜想完全不謀而合了。難道當時的蘇美爾人供奉的神真的就是來自於尼比魯的蜥蜴人嗎？那這個呢就比較玄幻，僅供參考，千萬不要把它當作科普。那當然大家不要以為蘇美爾全部都是都市傳說。那在這個地方真的是產生了很多很多的世界第一。比如說剛才所說的這個神廟，如果說你是要建一個普通的小土屋，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說你要建造一個大型的神廟，那你就必須要有一定的建築基礎。那麼蘇美爾人呢，就有2項突破性的技術，一個是加強筋，另外一個就是窯燒。我們現代建築師把水泥澆到帶有鋼筋的這種模型裡面，那麼以達到更加堅韌的目的。但是這項技術呢，很有可能就是從幾千年前的蘇美爾人那裡學習到的。蘇美爾人用削切好的這種蘆葦還有稻草把它放進在這個粘土磚當中，使得他們的泥磚變得更加的堅固。那另外呢，他們又通過在器皿裡烘烤，使得這些泥制品更加富有韌性和持久性。所以說，因為這些技術的突破很有可能世界上第一座高樓、第一座拱門，甚至是第一座神廟，都是來自於蘇美爾文明。那麼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蘇美爾人的神話當中他們制作的粘土磚的這項技術並非是他們自己發明，而是他們的知識之神恩基為了教會他們建設神廟，特別教會蘇美爾人的。那麼這個神在地球編年史當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那提前劇透一下，這個神或者是作為尼比魯星球的其中一個阿努納奇人，就是他在大洪水當中救下了所有人。
所以這個恩基啊，很有可能就是上一集當中我們講到那個在人類出現文化倒退時，推動人類不斷發展的最大的一股外星力量。好了，我們再回到当時的蘇美爾现實社會，由於他們學會了窯燒粘土，所以說有學者就猜測，他們很有可能意外的將地表的金、銀、銅的這種化合物也放進了高溫的器皿當中，所以說他們意外的也就學會了冶金。考古學家就發现了一个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蘇美爾人制作的金屬人造物，而且後來他們的這個冶金技術進步的也非常的神速。我們世界的第一個金屬時代青銅時代應該也就是他們帶來的。不過呢，有一個現象之前一直困擾着所有的學者，因為蘇美爾地區是很缺乏金屬礦產的，但是為什麼他們的冶金技術卻發展得如此的明顯呢？那麼後來就有人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石油。不管是熔煉還是鑄造金屬，都少不了支撐燃燒的能源。那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雖然說缺少金屬礦產，但卻有着大量的石油，而且這些石油是直接裸露在地表之上，根本就不用像現在那樣去鑽洞開採。根據研究發現，他們應該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經開始利用這些石油了。另外呢，很多的文獻當中就提到，金屬是被從很遠的地方運輸到這裡來，然後集中冶煉。那既然要運輸，那肯定就要用到輪子，所以說世界上第一個輪子也是被蘇美爾人發明，並且冶金用的石油不光是用來燃燒，他們還把石油化工品應用到了醫學方面，而且他們的醫學技術也非常的高超。在後來的亞述王朝的圖書館裡面，人們就發現了蘇美爾人很早就已經開始使用了外科手術，而且呢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恐怖。早期的法律規定如果說手術成功了，是需要支付給醫生相應的費用，但是如果說手術一旦失敗，醫生也需要接受懲罰。其中就有一個記載，一個外科醫生用一把柳葉刀為這個病人的太陽穴開刀，那這個時候如果說發生意外，導致這個病人失去了眼睛的話，那麼這個醫生也必須失去他開刀的那隻手。所以可想而知，當時蘇美爾最危險的職業應該可能就是醫生了。另外，蘇美爾人還發明了很多世界第一的東西，比如說世界上第一種文字楔形文字，還有可能他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出現紡織業的文明。但是呢，他們越是發達，那專家們呢越是疑惑，因為按照進化論來說，進化應該是非常緩慢的，而且為什麼每次人類明明出現反祖現象的時候，馬上又變得更加的智能呢？這就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或許背後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那麼下一期呢，我們將繼續聊西方人和蘇美爾人之間的關係。那麼西方人為什麼會對金字塔如此感興趣？拿破崙其實也和你我一樣，是一個好奇心爆棚的人。他為了研究古文明，到底做了什麼大動干戈的事情？那麼喜歡的朋友記得一定要關注大師兄。那麼另外再次聲明，本次視頻是解讀《地球編年史》這本文學作品，切勿當作科普。好了，我們明天再見，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大師兄。那今天我們講一個歐洲非常出名的世紀懸案。即使12年過去，也有8000多人提供了目擊線索，並且英國警方還耗資了超過1億元人民幣，卻依然沒有告破的案件。馬德琳的母親和父親都是英國萊斯特市綜合醫院的醫生。那2007年5月3號，這對父母帶着3歲的馬德琳，還有比馬德琳還小一些的龍鳳胎，一起來到了葡萄牙度假。那麼當晚8點半，當3個孩子都睡着之後，馬德琳的父母一起來到了離公寓50米的海洋俱樂部，和一起來度假的朋友們共進晚餐。那麼當晚9點，馬德琳的父親還特意的回去看了一下孩子們的情況。他發現孩子們都在正常的安睡，可是晚上10點，馬德琳的母親再次回到屋內的時候，卻發現窗子已經被人從外面撬開，那自己的雙胞胎兒女依然在床上睡覺，但是大女兒馬德琳卻失蹤了。葡萄牙警方馬上就着手了調查，可是呢卻一無所獲。在媒體的渲染之下，英國的群眾不但罵葡萄牙的警方無所作為，甚至連作為葡萄牙人的 C 羅也都被罵了一個遍。馬德琳的父親也沒有閒着，他並不寄希望於葡萄牙的警方，他找到一個在尋找失蹤人員方面非常有經驗的一個南非退休警察丹尼克魯格。那麼丹尼克魯格呢，
聲稱它有一個非常尖端的物質定向系統，可以利用量子力學方面的尖端科技，只需要有失蹤人员的頭髮，就能夠發现它在地球上的位置。那麼这個裝置呢，听上去很像是騙局，可是丹尼克魯格卻沒有收任何人的1分錢。後來還有記者特別剪下了一點頭髮做了一個測試，果然丹尼克魯格很快就找到了做測試的記者，而且有清單顯示丹尼克魯格確實在南非通過這項技術找到了很多人。在馬德琳消失6個星期之後丹尼克魯格才終於抵達了葡萄牙，並從馬德琳的梳子上面找到了頭髮。最後克魯格用裝置發現馬德琳就處於案發公寓1公里的半徑範圍之內，而且一直都沒有移動過。那他們就把那個地方全部翻了一個底朝天，但是卻沒有任何的發現。於是克魯格認為馬德琳極有可能已經被殺害，還把相關的資料交給了葡萄牙警方，並建議警方出動警犬來尋找屍體。在克魯格提出建議6個星期之後最終還是英國的警方派出了警犬。結果警犬卻在馬德琳父母的車上發現了血跡，警方立刻對馬德琳的父母展開了將近1年的調查。那麼這台車是馬德琳失蹤之後才購買，於是有人就猜測馬德琳的父母就是用這輛車來藏匿屍體。不過後來經過 DNA 的對比發現，那這些血跡更像是馬德琳那一对龍鳳胎弟妹所流的鼻血。於是這才讓馬德琳的父母脫離了指控。在2008年，馬德琳的父親又集資僱傭了一個私人公司來調查馬德琳的案子。那麼調查行動被稱為歐米伽行動，由英國人凱文·哈利根所領導。那麼這位哈利根呢，就像是現實版的007一樣的人物。他曾幫助有錢人從非洲的監獄脫困，而且還是北愛爾蘭行動的技術間諜，並且還曾到巴爾幹半島和伊拉克工作過。哈利根承諾只要60萬美金就能夠幫他找回馬德琳。接着哈利根的團队就開始從人販子方面入手，因為當地就有人已經見過偽裝成慈善收藏家的人販子在當地活動。那麼證人還畫出了嫌疑人的畫像，身高有6英尺，長得比較苗條，很邋遢，牙齒還有缺口，留着鬍鬚。那當地人說這裡已經發生過以繁衍後代為目的去綁架這種金髮碧眼孩子的事情。另一邊，一位與馬德琳父母一同度假的人簡坦納稱當晚9點15分，他在公寓附近看到過一名抱着一個赤腳小女孩的男子。那小女孩穿着粉色的睡衣。結果哈利根的團隊真的就根據这些描述發現了一個跟嫌犯非常相似的人，喬治。那正當團隊準備收網的時候這位喬治就像是聞到了危險一樣，突然消失了，並且還在這個時候又傳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團隊的領導人哈利根居然因為詐騙被抓了起來。原來他那些漂亮的簡歷什麼間諜去過伊拉克，這些都是被他精心偽造的。那這又使得馬德琳的案件重新回到了原點。2011年5月，英國警方開展了搜索馬德琳的格蘭赫行動。那麼這項行動到現在一共消費了 1.02 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1000多萬英鎊的工資，超過380萬元人民幣的加班費，約合250萬元人民幣的差旅費。在高峰期有多達31名警探參與此案的調查。那直到2013年10月，蘇格蘭警方才發布了一張嫌疑犯的電子合成照。原來在事發當晚10點左右，一個愛爾蘭家庭在街道上看見一名男子抱着一個大約4歲、穿着淺色睡衣、金髮白皮膚的女孩。這名男子身高在1.75米到1.8米之間，棕色的頭髮，身穿黑色皮衣。但是從此之後官方也就沒有更多的消息了。當然群眾們也非常的給力，警方一共收到了來自全球各地8600多次的目擊報道。不過馬德琳依然是了無音訊。這張照片是警方模擬他長大後的照片，現在的他應該已經15歲了。不管能不能夠找到他，但是我們都希望他能夠平安健康。